我已经在把这个防晒面罩当做防尘面罩在用了，太多灰尘了。夏天还没到，现在已经35度。去老城之前，朱家带我来尝试一个很火的这个火焰槟榔。在当地国家买一件衣服永远是我的传统。它有全窗，长这样。怎么样，同志们，拿下！老城就是一个大写的疯狂，每一帧你这样放大，都是人文大片。这个味道就是一阵一阵的传来，很黑、很臭、很多垃圾。早上好，中国，爱来自孟加拉。现在在孟加拉首都达卡，昨天刚到，今天孟加拉的第一天，正式第一天。来看一下我昨天住的地方，还蛮大的一个房间，我住家给我安排的。当当，他们家很神奇哦，这个房间打开出去，就是我刚刚打到过的地方，就是外面街上了。什么鬼？给你看一下当地人家，他们家算是比较不错的吧，因为他们家蛮多地的，这也只是他们家其中一个小家。这是我住家 AD， 这个是他的柜子，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房间。这个楼上还有个天台，然后这边是爸爸妈妈跟做饭的地方。嗨，这外面这院子也很大，而且旁边还有很多租给别人的，所以他们家应该算是挺不错的，就这种地主的感觉。给你看，他给我准备的早餐。各种水果跟米饭混在一起的，因为现在他们斋月，他昨天晚上到达之后先干活，然后做饭，今天早上5点吃了他们的第一顿饭，他就睡觉了，睡到今天刚刚起来10点钟，所以他现在到今天下午6点不会再吃1粒米，不会再喝1滴水。吃饱了，我现在准备出发了。我就要跟我说，现在是斋月时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孟加拉就没有什么东西在开？因为他们斋月就是他们来说是那种比较休息的时间，大部分店都关了嘛。我说没关系，我就在那边看一下风土人情。然后他就说这个时间来也很不对啊，你应该冬天来，现在时候来很热。我说现在还热啊，你们夏天的时候45度，我可是在印度见识过，现在才20-30度，我感觉还可以。孟加拉 Day 1 OTD 出发！我已经在把这个防晒面罩当做防尘面罩在用了，太多灰尘了。打卡这里的景点其实并不多，能看景点就是那一些看莫尔王朝他们之前留下的那些建筑遗址。然后现在来到的就是拉尔巴格堡，这个堡是1678年建的，但是并没有建完，这边还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从这边这个角度看，你不觉得有一点像泰姬陵吗？对，就是它的设计是很像，I mean，他们都是莫尔王朝的产物的设计，所以说像，也是挺可以理解。天真的太热，热到我都不想合照，真算了。来了，合照一下，耶！这个莫尔王朝它是16到19世纪的，一共盛行了3个世纪，但最盛行的是17世纪。而且你知道吗？它跟我之前去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有点联系，因为我之前在乌兹别克不是看到铁木尔的雕像吗？铁木尔他建立了那个铁木尔帝国的后代，就建了这个莫尔王朝，就感觉一下串联起来了。太热了，真的太热太晒了！看这个大太阳，夏天还没到，现在已经35度。我想想夏天这边45度生活，耳环都要着火。现在来了个当地市场，哇，好混乱啊！现在虽然是斋月，但是也在路上很多卖吃的。然后我就说，那谁买呢？他说会有一些，比如说印度教的啊，或者比如说女生来月经的话，他们是不过斋月的，或者小孩子也会买来，要么就是买来你回家可以晚上就是过了那个点再吃。所以现在就是人潮涌动的一个时刻。去老城之前，朱家带我来尝试一个很火的这个火焰槟榔，想尝这一口很久了，同志们，先让你大吃一口啊！其实这个虽然叫火焰槟榔，但是我没看到槟榔在哪里，都是一些不知名的一些什么。难道是这个吗？就是各种一种什么小料、小花之类的，看着挺不错的。那还有种这个，一定。It's good 。大名鼎鼎的火焰槟榔终于尝试了，我记得我在印度好像没有尝试这个，味道怎么说呢？他就说这一家是好吃的，因为它吃起来甜甜的，确实吃起来甜甜，然后脆脆，感觉这里面口感很丰富，又有软糯又有脆脆，应该加那种什么豆子之类的。Will you get addicted to it? Some people don't want rice, they want this. Yes. 尝一下就行了。进巴扎进室内了，有风扇了，不那么热了。你看这衣服，超级的华丽。刚刚 AD 还给我看了一下，他们这次 Ramadan 他们结束了之后，那个开斋节会穿的衣服，他们每年开斋节都要穿，他会买个4-5套那个新衣服，然后这个新衣服真的很华丽的。他们这种3件就是一套，一件是外面一个这个大的，然后下面这个是有个裤子，然后再一个这个类似于头巾或者是那种围在身上的那个。往巴扎了，先看一下这边卖的衣服。很多今天可以给你搞一套，它那一个裙子还蛮好看的。
这些卖的后面都是金，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非常喜欢金，他们结婚也是要给很多金，而且他们结婚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宾客会给那个新郎新娘红包。在当地国家买一件衣服永远是我的传统，然后他们给我选一个没那么复杂的，他说选一个非常 simple 的，就这个非常简单的，一点都不复杂，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家居服那种。然后呢，配一个裤子，这个裤子它就是下面会有一个那个更加放大的东西，我觉得是裤子看上去像那种破腿裤，我就很喜欢裤子。但它那个上衣真的太过于复杂了，但是这已经是整个市场上我找到最不复杂。Like this and like this 反正这3块这个布是一个套装，一共是8000，我觉得价格挺不错的。还有全窗长这样，怎么样，同志们？拿下！叫了个突突，现在出发，老城已经在老城了啊！老城就是一个大写的疯狂。老城虽然灰尘没那么多，污染没那么严重，但是就是特别的挤，因为这边道路非常小，然后人又特别的多，很多做生意的这里。法师就在我旁边，我就可以碰得到。在这边大部分我看都是一些搬运工，有搬运那种树脂纤维建材的、玻璃的，还有那种木头或那种纸板的，都是非常非常重的东西。因为他们搬的时候，后面还会有一个人在后面推的，在那个绳点里面，很多都是直接是那个脚去踩的，所以是非常累的东西。关键现在是3月，他们是从早上5点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的人。我想他们这个可能搬一次也能拿到人民币差不多20块钱吧。那如果2个人的话还要分，我不知道搬一次要搬到多久，我就感觉特别的难过，特别的那种无力感。好想给他们买一个那种电动车，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人工在搬的。天啊！你看这个也是一个人工在骑的这个车，而且刚刚有一个男生，他看起来也就才22、23岁的样子吧，他脸被晒得黢黑，看得出来他这脸晒的，因为他那个胳膊那边都是就是颜轻一点的。然后看着我就很腼腆的笑了一下，我一瞬间就感觉到，想到他如果这个年纪在上学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就是，唉，不知道颠了多久，现在下午4点半，我到了布里甘加河。不得不说，网上那摄影师真的很会找地方，这里真的太适合拍人文片了。太适合了，每一帧你这样放大都是人文大片，快带上了你们的徕卡来拍照。这个布里甘加河呢，之前就是整个城市的重要水源来源，然后现在我比了跟我就在他们家门口那个河一样，很黑、很臭、很多垃圾。这样大家就是坐这个船，你可以坐过去到对面去。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繁忙的景象，有一瞬间让我想起来我之前马逊的日子，也是这种窄窄的河流，然后一堆人在路边吆喝，然后当地人也没有怎么鸟你，就是让你问你要不要坐船而已。熟悉的味道，地上这些全部都垃圾，你看的是非常那种触目惊心，非常壮观。然后这边奔腾的就是污水，这个味道就是一阵一阵的传来。旁边就是忙碌的人群和打小工的这些搬运工，照射他们的是美丽的夕阳。我现在全身感官都打开了，味觉、触觉、嗅觉、听觉，这个画面会很让人有一种想要写作的冲动，因为真的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太特别了。迎着夕阳，我们上船了，看后面。She was looking for her lover on the mountain top. She was looking for her lover in the woods. Looking for her lover on the street corner. But her lover wasn't anywhere to be found.